到的是美军的航母怎么回事？突然间开启了倒车哦。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福特级的电磁弹射要被改回到蒸汽弹射，而且建岛的位置现在也要改回以前哦，被专家形容是回到了1970年代的当时的尼米兹等级的航母，怎么还往倒退了呢？另外就是会关心到的是美国的造船产能也告急了。另外呢，包括了在中东地区，现在美军最大的问题还有补给线，现在也出了问题了，补给线已经拉长到3000公里的地方。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好，先来看到福特号，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有再稍微提一下，说他导入了巨资做这个电磁弹射，结果川普现在又说，我不要电磁弹射了，我决定呢要改回过去的蒸汽弹射。那现在还包括了有关于航母上面建岛的位置，他也说了，建岛的位置要重新来做设计，回到以前建岛的位置上面。这对于接下来的战力，等一下来请舰长帮我们看，会有到底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那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福特级的第4艘，这一个是多利斯的电磁弹射上面的工程都已经做到一半了，你现在硬要改回去蒸汽弹射，这成本又是另外一笔很大的预算啊，包括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的预算，而且这工程期本来已经够慢了，现在又要继续的延长。那一艘100亿美元等级的核动力航母，新系统才刚装上去，现在是要全部砍掉重练，这样子真的值得吗？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川普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美国的海军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改装跟动作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航母现在的整个造船体系，也就是它的产能也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川普接下来他打算怎么做呢？他最新决定签署的是国家安全备忘录。好，简单来说要做什么呢？就是放宽部分，如果你已经在美国有投资船厂啊，或是取得美国船厂所有权的外国制造商呢，我允许你接下来可以在我们海外的母公司船厂建造最多2艘的美国的舰艇哦，但是你最后还是要交付给美国。那如果说呢是其他的舰艇的话，你则是必须一定要在美国的船厂来做生产。看得出哦，现在川普急于赶快提高它的生产，所以想出了其他的方法。再来，我们要来看到林肯号的部署了。现在在海上已经部署了超过9个月，200天的时间，高强度的作战让水兵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有人说呢，甚至有跳海的现象出现，而且有缺粮、缺物资等等的问题。后面的维修保养跟人力的调度也都出了问题哦。接下来要怎么应对这种航母的这个维修费、维修债？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先请教舰长，您如何看有关于川普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建岛的位置跟电磁弹射回去蒸汽弹射，这对美国来说战力真的会有所提升吗？成本的部分是不是又另外一笔非常大的花费？舰长怎么看？首先，美国显然他在做电磁弹射，他失败了。那他失败了，你想说，也许这真的很难嘛？可是，在同一时间，中国却成功了。中国大陆，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中国大陆多成功？那福建舰现在是可以弹射，也许它有很多困难啊。福特舰以前也曾经弹射过啊。那我告诉你，有一个原因，你去想它就一定是非常成功。为什么？因为电磁弹射只是做航母嘛。你有没有发觉中国大陆洞拐6四川舰也装了一条电磁弹射？它是完全没有需求要把这个摆在上面，它也不必跟任何人去比较。可是它把电磁弹射摆在洞拐6，证明这个东西它是驾轻就熟，这个技术。那美国为什么会失败？其实电磁弹射它是非常的困难。我说给你听，因为美国是用的叫做交流电，它为了使它能够去满足它的弹射，尼米兹号的发电量是这个福特舰的发电量是3，就是它增加了3倍啊，它几乎翻天覆地的这个轮机装备的改变。然后除此以外呢，因为它用的是这个交流电，交流电它必须要用一个转子叫飞轮，那个飞轮一套电磁弹射有4个飞轮系统，所以它整个船上有16个飞轮系统，它每一个飞轮系统是很大的东西，中间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叫做转子，那个转子的直径超过1公尺，有6.7吨，1分钟转6400转，就第一大它可以转110转，哗转。它把电变成动能，那要弹射的时候，所以弹射的难度就在瞬间，我一个很大的电量弹出去，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东西速度会降下来，就转的
反过来产生一个电力。那它这个电力要多大？尼米兹号全舰的发电量是64兆瓦，福特舰4个电子弹射一次弹射，同时要使用65兆瓦，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东西。那大家去想想看，那中国大陆怎么克服的？中国大陆用直流电，直流电的纯电储电不像那个转子在那转，它就摆电池里。那电池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空间，我都可以摆进去。那个电池大大小小，我就一直摞起来，所以它的纯不是问题。那很多人就在问，那美国这么傻，他为什么不用直流电？他也可以用直流电啊，他没那个技术。什么技术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像现在你有个电磁弹射在弹，对不对？当弹到一半卡住怎么办？就像你个电子弹在转，我一个手给它抓住，不准它转，马达会烧掉。那这才是一个小的电，像电子弹射像我刚才说这么大的电量，它会爆炸的。所以如果是直流电因为直流电是持续有的，卡住的时候开关跳不开，它有个断电开关要跳开，它跳不开。交流电可以，交流电为什么可以？你知道它上上下下，它有一个归零，一归零它就跳开了。那为什么中国能够克服直流电能够跳开？这个问题你问我也不知道，你要问马伟明，他是我心目中的叫电跟磁转换的爱因斯坦，他突破了这个技术，美国突破不了。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川普他一直想把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这个故障率、失误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呢，他想要改回蒸汽弹射。那为什么不用直流电？刚刚舰长也说了嘛，这个跟不上中国大陆的直流电的这个技术。那同样的问题，委员又如何看呢？接下来真的改回去吗？那是不是又要耗费非常巨资的一个成本呢？对，我觉得川普真的好棒哦！就是自从川普当了总统之后，他就每天拿一个大铁锤去摧毁美国，不同的层面哦，那么他都做得很彻底。那么现在呢，他又把美国的航空母舰打击群大概打回倒退20年哦。那么因为就像刚才这个舰长提到的，电磁弹射是未来的主流趋势那么蒸汽弹射已经是一个过去的一个老旧的的技术了哦，大家都在往前走。只有你说，因为我往前走遇到了阻碍，所以我现在往后走好了。那我简单的帮大家介绍一下电磁弹射跟蒸汽弹射最大的几个不同点哦。就电磁弹射最大的一个不同点的第一个点是动能可以精准调节因为我们在做电磁弹射的时候是用电转成磁，所以我们光控制电量就可以转变这个电磁的这个弹射的能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做精准的调节。可是蒸汽弹射不行蒸汽弹射它就是把这个蒸汽累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呢，它一次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然后把飞机弹射出去，所以这两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做电磁弹射，你可以一次弹射一个比如说2吨重的这个轻型的无人机，你也可以弹射35吨重的这个重型的舰载机，完全就是端赖于你要如何控制你的电量，然后就会决定你弹射的能量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在机体的损耗上因为电磁弹射它可以精准调节，所以呢，对于这个不管你是无人机或者是舰载机机体的损耗的这个程度是稍微比较低的。可是大家想想对于蒸汽弹射，它就是一股大力把你推出去了，那么这对于机体的这个疲劳跟损耗来说，相对来说这个是影响很大的然后第三，效率问题就大家知道电磁弹射光是我们用尼米兹级来比电磁弹射的这个弹射的这个飞机的数量的这个效率大概就比尼米兹级这个航空母舰多30%了。那差别在哪里呢？我刚刚说过，因为电磁弹射它是用电力转成磁力变成推力在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你是快速的可以操作的。可是蒸汽不是蒸汽你是要慢慢的累积这个压力到一定的量的时候，你才能把它释放出来。所以光你这个累积，你中间的这个间隔时间就很长了。所以在这里，他们的效率上也比不过电磁弹射。所以你说今天这个川普说我现在要走回蒸汽弹射了，当然我们乐观其成。可是美国说走回就走回去了吗？不行啊！第一个问题来了，供应链早就没有了。当年做蒸汽弹射的公司已经倒闭了，所以呢，有技术的工人早就已经这个四散这个各地了甚至零组件都没有了。你怎么现在走回蒸汽弹射呢？第二，你成本很高
各位知道，你做蒸汽弹射跟电磁弹射是要从整个航空母舰的设计上就要做调整了。这个舰长是行家，你想看你的航空母舰，你要做蒸汽弹射，你的管线是怎么拉的？你真的以为说一个蒸汽炉摆在那里，它就可以把一个飞机弹出去了？没这么简单的。所以它整个的管线要重拉。那你说你现在要改变，你是要把现有的航空母舰全部都拆了，重新去做这个舱体的这个隔离，然后重新把管线铺下去吗？这个成本有多高啊？那最后一个，你的战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本来美国的建军计划是这样的，它的电磁弹射接下来它要弹射它下一代的无人机。我们现在讲的都是 MQ9私生，它的下一代就是 MQ25，叫黄鲷鱼。它本来是要用这个电磁弹射去弹射它的无人机的，包含弹射它的下一代的战机，叫做 FA-XX。可是现在都别提了。就如果你今天走回蒸汽弹射那么现在我们讲的，它本来规划的黄鲷鱼跟这个 FA-XX 到底能不能弹射得出去，这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航母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川普一直想要把这个它的上面的系统改回到过去的系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因为呢在中东地区这边大量的消耗，现在呢补给上面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来看到是什么问题。首先呢，因为呢过去美国只要在中东需要补给的话，都是我们知道靠这个巴林这个基地，但是这个巴林基地不是被伊朗狂轰滥炸吗？所以现在它的补给已经改到了在印度洋这边的一个叫做迪耶戈加西亚岛。好，这里呢距离这个补给美军的部分呢，大概要达到了3000多公里才有办法进行补给，但是重点来了，其实在这个岛上也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伊朗才对这个岛发射了2枚的中程弹道飞弹，说要去打击当地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所以其实现在就算你要去这个岛补给，也是有非常严重的问题的。好，这个是一个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中东现在的补给问题。华盛顿号我们刚刚也说了吧，现在要去从印太地区要去中东地区，再来就是无人机也在快速的消耗，死神无人机现在已经消耗损失45架，相当于库存的1/4了。美军说呢，死神无人机实在太贵了，我未来要造无人机的话，一定要造3000万美元以下的无人机，但是呢，又要有 MQ9它的重要的这些核心的一些这些能力杨老师怎么看目前美军碰到的瓶颈？目前美军要进行到第2阶段的消耗战。第1阶段是从2月28号一直到现在，那其实打了2次，从2月28号打到4月7号，美国军事失败，从7月7号又打到8月初，再一次的失败。那但是呢，也过程当中消耗了伊朗上万个不同的军事民间的据点，3000多人死亡，7万多人受伤。可是呢，并没有因此消耗掉伊朗的弹药跟无人机的库存，反而造成整个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受到了攻击。因为伊朗的不对称的武力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那美国呢就不敢去打地面战争。所以你就看到过去美国在21世纪进入到中东进行战争行为，其实伊朗是他一直啃不下的骨头。那相对于阿富汗、伊拉克这个国家，伊朗虽然被制裁了数十年，但仍然是有它一定的军事跟经济，还有他们文明的韧性。所以就显现出，在进入第2阶段的消耗战，又能够消耗多久呢？又能够达到怎么样的战略目标呢？我个人是一点都不乐观。相反的，美国这边倒过来是对美国的消耗，所以这个消耗战不是消耗伊朗，是消耗美国。第一个是军事层面，第二个是他的盟友以及在这边海湾国家的这种安全合作关系跟信任关系层面。第三个当然最重要是对整个国际能源、国际经济、美国经济、美国政治层面。我觉得其实美国根本是消耗不下去的，只能够不断的撑下去，但最后呢，他可能还是要找一个下台阶。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
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